中情局一位领导来到监狱，他要将眼前被判无期的男人弄出去。当然，天下并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作为回报，男人的余生都要活在灰影地带。也就是说，他将没有身份和国籍，专门替中情局处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。经过秘密训练，男人成为新锐精英计划的一员，代号老六。这天，组织派他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。一个女人走到他身边，拿出一把呲水枪，这是一种暗号，代表任务正式开始。你以为它是一把武器，那就错了，它只是一把开门的钥匙，而真正的武器就存放在这个房间。这是一把为公布于世的重型步枪，夸张的外形配上恐怖的火，而且自带红外瞄准功能。此时目标出现在射程之内，老六只需一枪就可轻松完成任务。不料一个小男孩走到目标身边，他怕伤及无辜，迟迟没有动手。上级催促他立即射击，甚至允许他伤及平民。老六不断变换着方位，试图寻找最佳射击角度，可小男孩一直在目标身前。尽管上级不断催促，但他有自己的行事作风，气得上级口吐芬芳。不过事情还没结束，扔掉步枪的老六擅自行动，他打开火警，整个会场一片漆黑。目标察觉到一丝危险，转身就走，在众多保镖的簇拥下迅速离场。此时老六借走路人的发簪，趁着他们还未发现自己，立刻发动进攻。2刀之后，又接一个酒瓶子。当对方反应过来，老六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，一群小咖了完全不是他一合之敌。几个回合过后，他借用对方的手枪射击，目标人物将手下挡在身前，然后转身跳出窗外。老六紧追不舍，两人跳入燃放烟花的区域，一下来两人就开始激烈的近身肉搏，手枪也被他下了子弹。You know I know who you are. You're Sierra 6. They didn't tell you who I am, did they? They never do. I'm Sierra 4. They sent you out to kill one of your own. 但老六的字典里只有服从，他肯定不会相信对方的片面之词。可打斗过程中让他生出一丝疑虑，两人的格斗技能如出一辙，综合实力竟然不相上下。心里想着，但手上可没有留情。他算好烟花燃放时间，将对方的脸对准烟花筒。这一下目标彻底被激怒了。不过高手之间心态发生变化便是致命的。老六趁机一刀扎进致命部位。If you're Sierra who recruited you, it's right. Same as you. 就连受训基地他都知道，看来两人果然是师出同门。原来老四当初脱离组织，是因为中情局的领导就是人渣，他们坏事做尽被自己发现，却惨遭组织无尽的追杀。如今他将项链交给老六，里面存放着中情局所有的犯罪证据，希望老六替天行道。他临危受命离开了这里。随后中情局派人来打扫现场，他们在目标人物身上寻找着什么，但却一无所获。而上级的目标正是那条项链，他知道可能是老六出现了问题，于是给他打去电话。Did he have anything on his person that you now have that you like to give to me? 看着项链里的芯片，还有上级麦克的语气，看来自称是自己同事的家伙并没有骗自己。他直接挂断电话。老六知道上级绝不会放过自己，于是联系了招募他的费兹罗伊，想让对方助自己一臂之力。但此时费兹已经被上级刺客，不过凭借他的人脉，还是为老六找来了一架飞机和一个武装小混。可中情局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因为那个芯片里的东西足以让他们所有人牢底坐穿。为了干掉老六抢回芯片，上级麦克联系了另一名顶级杀手洛伊德，他是中情局的一名顶级杀手，性格和他的长相一样残暴不仁，只要能达到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。上级麦克命令他去干掉同事老六，拿回他手上的芯片，而洛伊德的要求只有一个，他需要采取任何必要手段的授权。与此同时，老六借助老领导费兹的力量坐上了逃亡的飞机，而他手上的芯片记录着上级麦克的所有罪行，那是他执行任务时被当成任务目标的前同事交给他的。如今芯片在自己手中，组织将他和前同事一样也列进了必杀名单。墓地里，老领导费兹正在参加葬礼，洛伊德找到了他，他早就料到费兹不会轻易开口，于是拿出绑架他侄女的照片。无奈的费兹只能妥协。飞机上，武装小队接到费兹的命令，刚刚营救的目标现在竟然要将他做掉，并且保留尸首和随身物品。 Just make it painless, you understand? 一群士兵向老六休息的方向走去，不料他早就有所察觉，拿起灭火器就抡了上去。不愧是中情局的顶级杀手，面对武装小队完全占据了主动，而且在这里谁也不敢乱开枪，一旦打漏了飞机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不料混乱中手枪走火，飞机被一枪崩出个窟窿，由于气流的影响，机体不断受损，很快就将所有人甩出了飞机，就这么自由降落。下面即便是海也必死无疑。老六急中生智，冲着下方士兵的方向靠拢，抢下降落伞后，落到一片山谷之中。他打电话给费兹，问他为什么要杀掉自己。两人是多年的上下级，早就有了感情。得知他没事，费兹说出了实情，是中情局抓走了他侄女，逼他做的。一旁的洛伊德抢下费兹的手机，他让老六交出芯片，否则组织将对你展开无尽追杀。可老六怎会被他吓唬住？为了对付他，
洛伊德出动了一支顶尖暗杀小组，还下达天价赏金，所有雇佣兵都会抢着干掉大名鼎鼎的新锐老六。然而此时的老六躲在绿皮车上，为了逃避追杀，他来到一家黑店做护照。老头刚要给他拍照片，可下一秒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有钱都不赚，非要和人动手结下恩怨。只见老头拿出一张天价悬赏令，原来男人是中情局新锐计划的一名顶尖杀手，代号老六，在一次任务中得到了上级麦克的罪证，因此遭到麦克的无尽追杀。老头将消息传给了洛伊德，此时老六身陷地牢，但身为顶级杀手，他能随时利用周围的环境逃生。整理好随身物品，他先是锯断了地牢的水管，让水灌满整个地牢，然后打开子弹取出火药，制作了一个小型炸弹。虽然比较简陋，但威力绝对够用。当洛伊德来到这家黑店时，老头以为他们是来送马内的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几颗子弹。此时老六潜到地牢底，看到地面上的杀手，他拉动引线，一声巨响，老六成功逃出了地牢。解决完一众小咖了，刚要离开，不料身后追来一个人，正是上级麦克派来追杀他的洛伊德。可突然一针麻醉剂射中了他的屁股，洛伊德瞬间倒地，失去了意识。来源正是他在中情局的搭档小美，虽然救了他，但小美暂时还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他。通过交流，老六告诉他，上一次的任务他缴获了一个芯片，因此遭到了组织无尽追杀。小美问他里面记载了什么，他也不知道。他早就将芯片寄给了歪国一位退休的局长，两人马不停蹄地赶往局长家。在对方的电脑上，他们看到了芯片上的内容，里面是麦克各种犯罪的证据，很多行动都未受批准，而且行动中不顾平民伤亡。麦克已然将中情局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。得知这一消息，几人就要将芯片上的内容公诸于世。与此同时，洛伊德的手下找到一条监控录像，看到老六邮递了一个包裹，问了前台那天的车是通往布拉格的。随后洛伊德对费兹严刑逼供，问出了老六在布拉格最信任的人。这边几人刚要出发，临走前，局长将自己的逃亡车送给了老六。就在市中心的停车场里，突然一伙全副武装的杀手赶到楼下，他们摆好阵型，对局长家展开了疯狂射击。一轮火力输出过后，一枚手雷扔了进来，老六护住局长躲过了爆炸，随后打开家里的暗门。局长让他先下去开灯，可他前脚刚走，暗门就被锁死。他竟然想用自己为老六拖延时间。此时门外的杀手已经破门而入，局长大喊一声引来所有杀手。他在厨房慢慢按下打火机，一声巨响过后，所有杀手都随着局长饮恨西北。老六顾不上悲伤，一路逃亡。可就在下一个路口，老六被当场逮捕。此时周围围满了吃瓜群众，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这边洛伊德收到消息，立即下令对广场上的老六展开无差别射击。他们这种处于灰影地带的人只会服从命令，也就是说，当杀手赶到后，这里的平民会有大量伤亡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老六抢下警察的配枪朝天空放，密集的人群立即四散而开。这时中情局的死亡佣兵已经抵达，一群杀手没有一点顾忌，在城市广场里展开了无差别射击。这时特警从大桥进入现场，眼看情势不妙，洛伊德竟然出动了第二组杀手。 We're going to prison for this. Keep any more cops out of that school. 这是要和当地警方死磕到底，而谁又能想到，这竟然是中情局下的命令。随着第二组人员抵达现场，局势瞬间发生逆转。This is insane. Lloyd, please. Pull everyone out now. Lloyd! Extra $10 million to the first guy to put a bullet in this Ken doll's brain. 一群杀手听到消息杀红了眼，迅速向老六的方向奔袭，可他还被靠在石墩后面。老六见状，拿起空枪单手压弹夹，用脚一提，对着大金杯连开数枪。关键时刻，他一枪打掉手铐，躲开了敌人的自杀式进攻。老六的身影也消失在广场之上。此时一辆列车经过，引起了所有杀手的注意，其中一人上前检查，却被老六一枪放倒。随后大批杀手向列车冲了过来，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。面对天价赏金，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要对付是杀手界的风云人物，一群人瞬间就被老六打得溃不成军。洛伊德见状，派出第四组杀手，果然是小吉普上安机枪，冒充迷彩小装甲。不过对方强大的火力将老六压制，好在搭档小美及时支援，一脚油门顶开了杀手，最终在两人的配合下干掉了小吉普的驾驶员，车子瞬间失控发生侧翻。老六刚想跳到小美的车上，就在这时，前方突然出现高射炮。就在老六被锁定时，小美再次救他一命，可列车也被撞得脱离轨道，撞向了一旁的古老建筑。
至此，洛伊德的4组佣兵小队被团灭，中情局损失惨重。而老六这边虽然歼灭了所有杀手，但这次枪战却毁了一整条街。小美也是头一次经历这种场面，两人知道此地不宜久，便连忙驾车离开。老六为了救出老领导费兹和他的侄女，来到医院找出了侄女手环的定位，可他们却不知道，洛伊德派出了比老六更强的杀手孤狼，而且对方已经追到了医院。这边老六两人刚要离开，就被孤狼一刀刺穿手掌。小美反应神速，做出反击，三人展开了激烈的近身肉搏。不料孤狼的实力强大，两人联手竟然都落入下风，还被对方抢走了芯片。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孤狼离开。不过老六已经知晓了费兹和侄女的位置，正是中情局的总部大楼。两人立即来到总部外围，这次他们要给中情局一个惨痛的教训。此时孤狼已经把芯片交给了洛伊德，还没等他高兴，总部大楼却突然断电。小美拿着 RPG 对着直升机抬手就是一发。他竟然扛着 RPG 发起冲锋。与此同时，老六找到了关押费兹和侄女的房间，而洛伊德还沉浸在交火的乐趣中。看到对方消失的身影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，于是连忙跑到关押费兹的房间。果不其然，里面早已人去楼空。他立刻下令封锁总部大楼。大楼外的小美也不再手下留情，对着总部指挥室抬手就是一发，指挥室瞬间被毁。老六则趁机带着费兹和侄女从楼顶撤退，不然洛伊德从身后向他们射击。他立刻发动反攻，击退敌人后刚要离开，可费兹身负重伤，根本无法起身。费兹让他带着侄女先撤，给自己留下一颗手雷。最终在费兹的催促下，老六无奈只能先行离开。他知道这一走就是天人永隔。随后他带着侄女跳入湖中。当洛伊德找到费兹时，老头一个大礼包亲手送上。另一边，小美进入大楼寻找芯片，不料孤狼突然发难。论战力，两个小美加起来都不是孤狼的对手。几个回合过后，小美被打倒在地，可孤狼却突然停手。他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，难道是为了洛伊德这样的坏蛋吗？随后他将芯片交给小美，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与此同时，躲过一劫的洛伊德追上老六，他第一时间控制了侄女，然后一路后退，来到了广场中央。果然疯子这个称号不是白来的，洛伊德直接放开了女孩。他要求老六跟自己来一场单挑，老六当然不会放过他，一场大战一触即发。可惜他的勇气可嘉，论计谋他可能和老六有一战之力，但论近身格斗，他只有被拿捏的份。被打急眼的洛伊德突然拿出匕首，老六被他这一手打得措不及防，一套七星连斩让他受伤不轻。不过很快他再次占据主动，一记锁脖控制住洛伊德，还没等他挣扎，一声枪响，洛伊德被射中了致命部位。来人竟是他的搭档苏珊。原来他早就看不惯洛伊德的行事作风，现在做的事已经违反了他来中情局的初衷，很难得苏珊能够出淤泥而不染，保持了自己的立场。随后在他的帮助下，芯片中的恐怖罪行被公诸于世，新锐计划也就此终止。上级麦克等人在中情局犯下的滔天罪行，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